周六晚11点半，他爬上网，兴高采烈地先给蓝忘机发了条报平安的微信，又点开发小群，开始新一轮的骚扰加炫耀。陈情一曲定乾坤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绝对想象不到，我老爹老妈给我带了什么回来。陈情一曲定乾坤，照片，照片，照片，陈情一曲定乾坤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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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下最棒的爸妈。陈情一曲定乾坤，我只是提过一句想做相关课题。陈情一曲定乾坤，他们就送了我一只活的。鬼呀，这啥？鬼呀，太模糊了，毛都看不着。鬼呀，你会不会拍照啊？做个人吧。哎呀，我比较在意的是老魏改的什么破 ID， 虽然之前那个也不怎么样。紫电估计隐形兽。陈情一曲定乾坤，照片，照片，陈情一曲定乾坤，山里网差有延迟。这可是我老妈好不容易捕到的幼崽，许可办下来之后，我就有笼养权了。我的课题，哈哈哈，有了他一定能搞起来的，哈哈哈哈哈！羡慕吗？羡慕吧，快来羡慕我吧！陈情一曲定乾坤，紫电估计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我给你发合照。紫电估计不想看，闭群了。我忙着做35，没空理你。鬼呀，隐形兽了不起吗？鬼呀，比双极晶体管怎样？陈情一曲定乾坤，等等我再拍了，哈哈哈！你们等等的马上好，马上好。哎呀，并不想看什么自拍，谢谢。鬼呀，并不想看什么自拍，谢谢。哎呀，鬼呀，很了不起。哎呀，全世界有能力捕捉隐形兽的猎人不超过3个。哎呀，藏色色先生是猎人榜的 Top 2，单论隐形兽没人比他更渊博。鬼呀，我靠，这么厉害！鬼呀，特么，拼爹拼娘根本拼不过。哎呀，说的好像你自己拼得过老魏似的。鬼呀，我比他年龄大。魏无羡兴冲冲跑到地下室，对着温香自拍了半天，调出微信刷刷图片，连发，又等了一会，没收到任何回复，再翻出来一看，咦，发错人了。微信的设定是，有了新消息的框会翻到界面的最上端，他一直在发小群里聊天，按理说这个群就应该排在第1位，所以他点开就发，没细看，谁知名为寒光的对话框跳到发小群的上面，所以他的照片就全都发给了寒光。魏无羡，行吧，反正是男朋友嘛，发就发了，无非是当面晒照片和微信晒照片的区别罢了。魏无羡干脆点开往上翻，今天的第1条是陈情一曲定乾坤，二哥哥我搞定了，一切 safe， 等我回去报喜啊。隔了一会，蓝忘机回复的是寒光好，然后是他发出去的一串自拍照片。魏无羡，魏无羡，嘿嘿嘿嘿。他冲着聊天框笑了半天，喜滋滋地捧着手机回卧室，刚躺下，屏幕一闪，又收到了新的回复。寒光隐形兽，寒光很好看。魏无羡更开心了，在床上打了个滚，发语音道：是隐形兽，以后是我的隐形兽了。我本来想回学校再当面告诉你的。他又瞅了很好看3个字好几秒，仿佛看到了最美的花儿，又忍不住道：你说的很好看是夸什么呀？地下室除了保温箱就是保温箱，隐形兽还光秃秃的，没有你的毛团子们1/10萌。所以是夸什么呀？夸谁呢？他点开发出去的语音，自个儿听了一遍，最后一个夸字咬得特别重，这让他又嘿嘿嘿笑了起来。还没笑完，回信又到了，也是一条语音，夸你。扬声器放了一遍，魏无羡连滚带爬，在抱枕和被子的包围下艰难地捞过耳机接上，又听了一遍立体声超清晰版，简直心痒难耐，多滚了2圈，拉开聊天屏的功能框，在视频通话拍摄之间游移。但他思来想去，这么晚了，再聊下去势必要影响蓝忘机休息，刚打算放弃，新的消息框又跳了出来。寒光邀请你进行视频通话，是否接受？接受接受接受啊，必须接受。太心有灵犀了。等待接通的几秒，魏无羡忙不迭把手机上床头支架，盘腿坐好了，再一看屏幕画面，震惊的下巴都要掉了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简直太震撼了。灯光很暗，还是背光，约莫卧室只开了一盏台灯，以至于画面自带一层模糊滤镜。蓝忘机徒手举着手机，略微有点晃，但这全都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，重要的是，重要的是，蓝忘机。为什么？睡衣不系扣子，平时一起睡不都系得好好的吗？不是系到最上面一颗的吗？太要命了！魏无羡想捂脸，蓝忘机的禁欲印象太根深蒂固了，多看一眼都仿佛是犯罪。但实际上，行动比想法更快，他几乎下一秒就直接开了录屏。说实话，虽然没系扣子，但睡衣款式很宽松，左右襟之间仅有很窄的一条缝，目测不会超过1公分，又暗，黑乎乎的看不出片里肉色，凭借着微弱的反光，勉勉强强能辨认出胸肌之间的些许沟壑，除此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即便如此，魏无羡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拼命看，有时候模糊的镜头反而更容易引来无限遐想。他开始觉得裤子有些勒得慌，于是从盘腿改为跪坐，嘀咕道：“不要一上来就这么刺激吧。”蓝忘机把手机举得近了些，道：“没睡。”魏无羡嘴唇发干，喉咙也发干，涩涩地道：“才11点半嘛，我在家都是玩到2、3点才睡的。”蓝忘机。耳机里，蓝忘机的声音又煞又沉，像是睡了一半被叫醒，又像是从不熬夜的人熬到清晨的嗓音。魏无羡下意识吞咽了一下，道：“二哥哥怎么也这么晚还没睡？”蓝忘机，你没事，我便睡了。这是在担心我吗？魏无羡心里一软，也凑近了些，伸手隔着屏幕摸了一下蓝忘机的脸颊，道：“我没事啦。”我妈虽然感觉她倒是差耐性变差了，想理由骂我，但是我一抬出你的名字，她就立刻熄火了，还告诫我多向你讨教学习。哎，我真是没想到蓝忘机这3个字能这么管用。蓝忘机目光柔和，道：“是吗？”魏无羡，我甚至觉得，如果跟我妈坦白，说我把你拐弯了，她搞不好会比我还高兴。今天顺利过关的确没你不行，嘿嘿嘿嘿，虽然你没跟我一起回来，但还是谢谢啦。蓝忘机，不用谢。魏无羡，要谢的。这毕竟是二哥哥多年克己复礼、洁身自好攒出来的口碑，倒是让我白白捡了个大便宜。画面晃了一下，又晃了一下，蓝忘机匆匆回了一句稍等，一阵模糊和角度转换，好一会才恢复清晰，角度和亮度都变了，手机大约也被卡在支架上了，画面从逆光换到了侧面光，明亮了不少。动作间，魏无羡终于发现，在蓝忘机睡衣里其实还套着一件深色的背心，并不是他以为的真空。他一时不知该失望还是庆幸，那边却已经先一步调整好了，比刚才的角度更近了，可看到的内容却更清晰也更多了。蓝忘机侧躺着，单手支着头，占据了画面的2/3，敞开的睡衣落下来，剩下的1/3则被笔直的锁骨、紧身背心勒出的漂亮肌肉形状占满。即便隔着屏幕，那也是魏无羡每晚必埋的胸口，别说是温度和触感，他甚至能想象得出那股淡淡的、萦绕不散的好闻气息。魏无羡看得眼睛发直，下意识又吞咽了一下，